嗨，大家好，这里是方竹时间，我是方竹。春节间呢 ，DeepSeek 是最具震撼的数码和政治话题，笨功夫、死壳的哲学也是这话题之一。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因着笨功夫、死壳哲学而横空出世、火爆全网的哪吒之魔童闹海，简称哪吒兔。有意思的是，春节档前呢 ，DeepSeek 预测了哪吒兔会是票房第一，当时全网一顿嘲讽，怎么能够？结果呢，一众人被打脸。那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哪吒兔为何大受欢迎，说说 AI 算法对市场的功不可没，大数据如何算准了观众的胃口。看完之后呢，你就会明白哪吒兔大获成功的底层逻辑。当然也有影评人掷地有声而且中肯的批评，还有影片中暗藏的5个国际政治隐喻，所以今天的节目一定要看完。这里是方竹时间，我是方竹，这是方竹的个人频道，有请您点赞、订阅、留言并打开小铃铛。如今哪吒兔自上映以来，票房成绩可谓是一路高歌猛进。自2月17号，该片以16.62亿美元超越了《狮子王》，位居全球影史票房的前10位。这也是全球影史票房前10里唯一一部非好莱坞影片。导演饺子和他的团队是如何做到的呢？首先，电影定位本土人，讲本土传说的共情，还有电影里诸多的金句激励和呼唤着人们，比如说我命由我不由天，以及在电影制作过程里的死壳哲学，都是宣传和卖点之一。说到死壳，先讲一个故事。导演饺子原名杨宇，四川人，22岁开始自学动画。一个曾经的医学生看着老母亲的退休金，把自己关在出租屋里死磕动画。他说，我不是天才，只是把别人打游戏的时间都用来改剧本了。笨功夫的5年，哪吒里那座让人惊艳的东方奇迹的玉虚宫，就是画师们一砖一瓦垒起来的，没有外包给好莱坞，也没有用 AI 渲染，靠的是1.2万张手绘素描的草稿堆起来。更笨的是敖丙的战袍，战袍上的每道暗纹都是苗绣匠人王奶奶戴着老花镜一针一线绣的。他说机器绣的没活儿，哪吒是要成仙的，必须用手暖过的线。方主想说的是，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死壳这个经历？如果有呢，也欢迎您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方主有过死壳的经历，希望有机缘一起来分享。哪吒兔火成这个样子，背后靠的不只是运气。除了中国人特有的死壳笨功夫之外，咱们再用大数据扒一扒，观众到底为什么买账？角色又是怎样精准戳中了大家的嗨点？看完下面的几个要点，你就明白了哪吒兔大卖的底层逻辑。IP 续命加大数据算准了观众的胃口。导演饺子和他的团队在2019年推出的哪吒之魔童降世，当时狂揽了50亿元人民币的票房，那时就被大数据盯上了。观众对续集的期待值、讨论热点全被平台算法抓得死死的，这才有了春节档全家欢的精准排片策略。就连续集里的哪吒的黑眼圈、魔性笑声，这些人设细节都是通过分析观众对前作角色的偏好数据优化出来的。大家就是喜欢这种不完美的叛逆英雄，越接地气越有代入感。再有就是大数据教你打造爆款人设，团队用 AI 分析过全网讨论，发现年轻人特别烦标签化，所以哪吒2里直接让主角耸天耸地喊出了成见是座大山。敖丙和哪吒的双生 CP 设定也是从同人圈热度数据里扒出来的。
就连太乙真人的四川口音都是大数据测试的结果。方言梗在抖音、B 站上的传播率比普通话要高出37%。我们再来说说第3点，技术的狂飙，大数据是如何助力特效的。制作组拿5G 云计算算过，观众对于打斗场面的耐心只有8秒，于是1900个特效镜头全是按着高潮密度来排兵布阵。混天绫的3200万个粒子特效，风火轮的流体模拟，都是根据观众的眼球追踪数据而调整的。哪里该设特效，哪里该留喘息，算法比导演还懂。对此你有何看法？也欢迎您在视频下方留言。第5点，全球通吃，如果遇到文化差异怎么办？大数据算法来破解。比如龙宫建筑混搭了三星堆和亚特兰蒂斯的元素，这可不是一拍脑袋，而是分析过78个国家观众的审美数据后做出的缝合怪设计。结果 IMDB 互联网电影资料库的评分直接飙到 8.3， 可以想象老外会看得比我们还嗨。我们再来说说第6点，东方元素的创新表达，传统神话和非遗元素的现代重构。影片以《封神演义》为基础，融入了三清堆青铜器的纹饰、敦煌壁画的水墨渲染、蒙古族的呼麦以及侗族大歌的声效等非遗元素，构建出龙宫的动态水墨场景，还有哪吒的法器设计，比如混天绫的飘动轨迹暗合了书法笔意。再有就是影片当中哲学内涵的当代诠释。影片保留了哪吒反抗强权的传统精神，但赋予了他打破偏见的现代解读，比如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台词呼应了易经当中的阴阳哲学，又契合了当代青年对抗社会压力的心理诉求。龙族与哪吒的冲突则隐喻了身份认同与代际矛盾，将东方宿命论转化为全球化语境下的成长主题。当然，建筑与场景的东方美学绝对不可忽视。龙宫设计融合了永定土楼的建筑结构与《山海经》的神话意象，同时加入了青铜器纹样的科幻变形，形成了东方机械美学的风格。陈塘关的场景则结合了水墨山水与 3D 立体建模，营造出了古典未来主义的视觉冲击。想解构的东西非常多，看到这里或是听到这里的朋友们一定会惊讶于我们所看到的哪吒兔后面有这样诸多的意义和内涵。哪吒2通过技术加文化的双螺旋基因，将东西方元素转化为普世价值。比如哪吒的成长既体现了东方的修身齐家的责任观，又传递了西方个体觉醒的自由精神。龙族的困境则影射了全球化时代的身份焦虑，引发跨文化的共情，既满足国内观众的文化自豪感，又为海外市场提供了熟悉的新鲜感，最终实现了票房和口碑的双重突围。至于一部电影好看不好看，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儿。因为每个人的爱好、文化背景、内心的渴求等等不同，也就造就了认知的不同、审美的不同。对于普通观众来说，看一部电影大多是看热闹，好看不好看，有意思没意思为标准。这部哪吒2对方主来说是好看的，特别是视觉效果上，每一帧都精美绝伦，特效场面更是目不暇接。无论是哪吒的腾云驾雾的场景，还是龙宫的神秘景象，都会让人连呼惊艳，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世界。不过呢，影片当中哪吒和太乙真人的颠覆形象，也是让我有一点不知所措之感。
要逆天改命的魔童哪吒长得魔幻一些是绝对可以接受的，可是想象中的太乙真人的仙风道骨、翩然而行的仙境之人应该有的境界感，却成了影片当中的效果担当。不过想到这是一部老少皆宜的片子，我也就释然了。不过呢，也有影评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哪吒兔只是延续了前作的视觉奇观，却没有撑得起的剧情。一部电影的灵魂在于故事，哪吒2的剧情结构可谓是硬伤累累，故事东拼西凑，缺乏内在逻辑，情节的推进既生硬又没有秩序，让观众仿佛坠入了一场杂乱无章的神话拼图游戏。影片试图延续前作的宏大的世界观和爽快的叙事节奏，却本末倒置地把重心放在了炫目的视听奇观上，忽视了一个好故事应该有的连贯性和深度。结果是情节为特效服务，叙事变得支离破碎。说到这儿，一些看过的朋友，你有相同的认知或者有不同的看法，都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哪吒2中暗藏的5个国际政治隐喻，看看您是否认同。仙人牌等于绿卡，哪吒去玉虚宫时看到无数人涌过去，就是为了拿到仙人牌，这凭证就像绿卡，走到哪儿都受尊重。那纹理也眼熟得很。玉虚宫等于白宫吗？象征着阐教最高权力的玉虚宫白得扎眼，哪吒那句好白的宫谐音梗很有意思，让人不禁想到是白宫。天元鼎是美元吗？无量仙翁用天元鼎把人魔妖炼成丹，压榨3界价值，维持自己的地位，难道是暗指美元霸权吗？再有呢，就是灭魂丹的疑问。再看无量仙翁诱导哪吒吃的灭魂丹，形状酷似冠状病毒。有人说这脑洞开的真是够大。再有呢，就是3轮捉妖测试，映射的是地缘乱象。电影里哪吒的3轮捉妖测试，每一关都对应着现实世界的地缘政治。说到这儿呢，我们是应该佩服编剧的暗示能力，还是网友的想象能力呢？这里是方竹时间，我是方竹，感谢朋友们的观看和陪伴，敬请您点赞、订阅、留言、转发方竹时间，别忘了打开小铃铛。祝您这一周好运好心情，我们下周再见。